就在刚刚，欧洲空间局正式公布了首批星际彗星3i 阿特拉斯的最新也是最权威的影像。这段影像是由 ESA 的火星快车号和火星微量气体轨道器 TGO 在10月1日至7日于火星轨道上空捕捉到的决定性瞬间。本频道不负众望，第一时间就为大家搞到了这份官方内容。话不多说，先看东西。没错，就是它。在这段由 TGO 的 CASIS 相机拍摄的动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略微模糊的白色光点，在繁星点点的背景下向下移动。这个白点就是我们此刻能看到的最真实的3i 阿特拉斯彗星。当大家伙的目光还都聚焦在那些乱七八糟、真假难辨的网传视频上时，这个就是权威王炸了。那这次都拍到了什么呢？我把 ESA 的官方解读给大家整理好了。首先，这段视频确定了3i 阿特拉斯的真实形态。这个白点是彗星的核心区域，它由2部分组成。彗核就是彗星的本体，一个由冰、岩石和尘埃组成的脏雪球。彗发包裹在彗核周围的巨大气体尘埃云，直径可能达到数千公里。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团巨大的彗发云，这直接证明了3i 阿特拉斯是一颗正在被太阳激活的活跃的彗星，而不是一块死气沉沉的岩石。其次，它解答了2个核心问题：彗核在哪？答案是看不到。由于距离实在太遥远，即便是 TGO 的精密相机也无法将彗核和彗发分开。ESA 的专家打了个绝妙的比方，想要看清它的彗核，就如同站在地球上试图分辨出月球表面上的一部手机一样，是不可能的。那说好的长长的彗尾在哪？答案是还没长出来。彗尾是被太阳风吹出来的，亮度比彗发暗得多。在10月初的距离下，它的亮度还不足以被拍到。科学家预测，等它离太阳更近，就会变得更活跃，到时候我们或许就能看到它标志性的尾巴了。我知道，看到这画面你可能有点失望，它不像科幻电影里那么酷炫，没看到外星飞船，没看到喷气式推进器。但是，拍下这短短几秒的影像，其背后的难度超乎想象。不过别担心，后续 ESA 应该还会有高清图像。请订阅本频道，第一时间给大家更新。咱再看看这次拍摄，这次对于科学家和探测器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目标极其昏暗。ESA 的首席研究员尼克·托马斯亲口解释，这对仪器来说是一次极具挑战性的观测。这颗彗星比我们通常观测的目标要暗淡1万到10万倍。这是什么概念？这好比让你用一台专拍白天风景的相机，去精确捕捉到黑夜中一只远在天边的萤火虫。第二个挑战，设备专业不对口。TGO 和火星快车号上的相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拍摄下方几百公里处被太阳照得亮堂堂的火星表面，而现在他们的任务是抬头去看一个远在3000万公里外几乎没有光亮的深空目标。这等于让一个顶级的短跑运动员去参加马拉松，完全是跨领域的极限操作。第三个挑战，探测器性能的考验。正是在这种极限条件下， TGO 长达5秒的曝光时间立了大功，成功捞出了彗星的信号。而火星快车号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它的相机最长曝光时间只有 0.5秒，所以在初步图像里还没能分辨出彗星。但这不代表失败，科学家们正在对数据进行叠加处理，希望能从噪声中提取出更清晰的影像。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短短一瞬，是科学家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几乎不可能的条件下完成的科学壮举。所以，这份来自 ESA 的影像，就是本次事件的终极裁决。它像一盏科学的聚光灯，驱散了所有迷雾，为我们呈现了最接近真相的样貌。有了它，我们就可以手持这份无可辩驳的证据，去回看那些始于地表的宇宙迷思，并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了。最后，咱们聊点有意思的。前面说，等它靠近太阳，彗尾就会冒出来。你们觉得这尾巴能有多长？会不会比地球直径还长？还有人好奇，会不会是飞船？虽然现在 ESA 影像实锤是彗星，但咱们开个脑洞，
要是真有星际飞船，你觉得它会像3i阿特拉斯这样裹着会发低调路过吗？咱们评论聊聊。